171航班啊，有过2次空难啊。今天我们就聊聊49年前的老的印航171空难的那个飞机。大家好，欢迎回到搜索英语。那我们过去啊聊了这么多期印度航空的 AI171空难啊，相信大家对它的各种细节已经非常熟悉了。很多朋友啊在评论区都有高见啊，我会找时间再给大家读一下。我们上一期结尾啊提到了一个善后措施，就是印度航空宣布呢，将永久停用 AI171这个航班号。这在航空界是个惯例啊，为了尊重逝者，也为了避免勾起人们痛苦的这些回忆。但是你们知道吗？印度航空171这个名字在历史上似乎就带着一种悲情的宿命。那我最早查资料的时候啊，就把这个巧合呢和更著名的勃朗峰空难联系起来。但是查证了更详细的资料后，我发现一个更精准也更让我们震惊的巧合，就是49年前1976年的10月12号，另一架真正的印度航空171航班啊，在孟买机场尝试紧急降落的时候坠毁，机上95人全部遇难。而我们这场空难的主角呢，不是波音707啊，而是我们借印度航空老的171空难引出的今天主角问题飞机，就这个彗星客机啊。171航班呢是从孟买飞往马德拉斯，就现在的钦奈的定期国内客运航班啊。那么一架波音飞机呢，原本是直飞这个任务啊，后来出现引擎故障呢，就换了一架，被一架南方航空快帆飞机取代。从27号跑到起飞后不久啊，这个171航班的2号引擎出现故障，171航班机组呢就决定立即返航，试图在孟买机场的9号跑道紧急降落。因为起落架已经放下，飞机距离跑道末端大概只有1000码，1000码有多远啊？大概就是900多米吧，高度呢是300英尺，91米。这个时候啊，失去控制坠毁地面，那么171航班上的所有人员都在事故中丧生。那事故调查发现啊，飞机发动机的第10级压缩机盘上的疲劳裂纹导致动力装置故障，随后呢，压缩机壳体爆裂，横跨整个结构的燃油管路被切断，这就导致发动机舱啊在飞行过程中发生剧烈的火灾。根据推测呢，这场火灾呢消耗了快帆飞机的液压油，并最终导致了飞机失控。所以这2架飞机啊，除了航班号惊人相似之外，这2起相干了半个世纪的悲剧啊，它坠毁的场景在物理空间上也惊人的相似，都在机场边上。所以这个惊人的相似性啊，不是什么冥冥中的定数啊，而是揭示了我们航空安全领域最残酷的铁律，就在起飞和降落2个阶段，飞机处于最低能也最脆弱的状态。一旦发生灾害性的故障，留给飞行员的反应时间啊和挽救的空间几乎为零。所以无论技术如何进步啊，这个快帆客机的早期的液压操纵到波音787的这种电传的飞控啊，从早期的这种涡喷发动机啊，到现在的这种涵道比较高的这个涡扇发动机啊，从我们说地球引力和空气动力学的这个基本法则面前放着呀，它们都是平等的啊。没有高度，你就没有时间。你在万米高空是吧？即便你发生了双发停车，飞机依然还有10几分钟甚至更长时间的这个滑翔时间，只要不是飞行员故意往下栽，你足够飞行员啊去执行检查单啊，去尝试重启发动机，以及规划紧急状况。那没有速度呢，就没有升力，是吧？你刚刚离地的这个低速阶段，任何推力的这个丧失啊，都会立刻转化为升力的急剧丧失，飞机几乎没有动能去换取滑翔的时间。1976年的这个机组啊，面对的是一场无法控制的物理大火，他们没有机会。而2025年刚刚发生的这个787机组啊，面对的是一个无法解释的这种幽灵指令，他们同样没有时间。所以尽管导致他们陷入困境的这个病因是截然不同的，但是他们最终都面临着同一个绝症，就是无法挽回的低空，太低了，失去动力啊。就跟我们人一样啊，你身体好，你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动力，你的脑子有问题，来不来就自杀也不行，是吧？所以无论飞机的大脑变得多聪明，
它的心脏变得多可靠。起飞后的黄金几分钟啊，永远是我们人类现在在挑战这个重力 gravity 的时候最惊心动魄的那会儿。实际上，老的空难171的这个事故飞机啊，它的金属疲劳是前科累累啊。因为对金属疲劳的认知不足啊，这个飞机也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啊。它就是今天啊我们事故的主角，世界航空史上的第一款喷气式客机，来自英国德哈维兰的彗星啊。那我们把时间啊拨回到1952年，那一年啊，英国的德哈维兰公司研发的彗星客机啊投入了商业运营，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款真正的意义式的喷气式民航客机。它的出现啊，在当时不亚于我们今天看到这个 SpaceX 的火箭回收啊。在它出现之前啊，人们坐的都是嗡嗡嗡的螺旋桨飞机。彗星的出现啊，完全是降维打击。首先是速度和高度，它的飞行速度啊，接近每小时800公里，而当时的螺旋桨飞机啊，快了比它快1倍。而且它飞到1万米以上的高空，直接飞到云层之上，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乘客呀，第一次体验到了几乎没有气流颠簸、平稳如丝的这个飞行啊！窗外是湛蓝深蓝的天空，脚下是洁白的云海，这种体验在当时那是革命性的。另外一个就是舒适度，它是第一款拥有这种全增压客舱的客机。简单说呀，就是不管飞机飞多高，机舱里的气压都能维持在像地面一样的舒适水平，乘客呢再也不会因为高空缺氧而感到这个头晕耳鸣了。最后是什么呢？外观啊，你看它的照片啊，这个线条呢还是极其优美的啊。这个4台这个喷气式发动机啊，巧妙地隐藏在了机翼的根部，不像我们今天的飞机挂在机翼下面。在50年代初啊，它那个流畅的那种外形，那就跟科幻电影里边走出来的飞行器一样。所以啊，在那个年代，你能坐上彗星号啊，就跟我们今天能体验这个商业太空旅行差不多啊，绝对值得在朋友之间发个朋友圈炫耀好几个月的事情，是身份和时髦的这种象征。而就在这个彗星闪耀的同时啊，它的法国同行南方飞机公司也在紧锣密鼓地研发自己的喷气式客机。根据我们查证的资料啊，这个法国南方飞机啊，在设计快帆客机的时候啊，非常聪明地采取了博采众长的策略。他们直接向德哈维兰公司购买了一些许可，采用了彗星客机已经验证过的机头和驾驶舱的设计。同时呢，他们又大胆创新，首次把2台来自英国罗罗的这个 Evan 涡喷发动机呢，放到了机身后部的两侧。所以这种法体英新的组合呢，加上创新的发动机布局，就使得快帆这个客机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一共生产了282架，直到2005年才最终全部退役。但是这个荣光之线阴影的是正在滋生啊。英国海外航空781号班机1954年1月从罗马起飞的彗星号在飞往伦敦的途中在地中海上空突然解体，那飞机掉进了深海，残骸也捞不上来。事故原因就成了一个谜，当时人们就猜测是炸弹还是发动机爆炸，但是没想到是飞机自己的碎了。正在大家还在为这个781号这个班机哀悼的时候，仅仅过了3个月，另外一架彗星号就隶属于南非航空的201号班机几乎在同一片空域以相同的方式空中解体。这次航空界就彻底的懵了。同样的飞机同样的事故模式，绝对不是巧合。英国政府立即下令，全球所有的彗星飞机无限期停飞。人类航空史上第一次为了找出技术缺陷而展开的大规模不计成本的这种事故调查就开始了。那调查人员首先把能找到的飞机残骸从海底里打捞上来，像玩一个巨大而残酷的这个拼图游戏一样，把它们重新拼凑起来。最关键的是呢，他们把另外一架全新的彗星号整个泡在一个巨大的水箱里边，然后用水泵往机舱内抽水注水，模拟高空飞行里的这个加压减压过程，并且是24小时不间断的加速模拟。最终在相当于模拟了3000多次的这个飞行之后，在全世界媒体的注视下，水箱里的飞机机身就像在一个方形窗户的角上
爆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真相大白了啊！撕裂的起点啊，就是那一扇看起来很优雅，几乎是正方形的舷窗角。所以啊，朋友们，这就是航空史上最著名的，也是最惨痛的一个教训：金属疲劳和方形窗。那什么是金属疲劳呢？这个很简单，是吧？你拿一根这个回形针，你在同一个地方反复的弯折，一开始它没什么事儿，弯折几十次之后啊，它就会在某个点上轻易的断掉，这就是金属疲劳。那飞机在万米高空飞行的时候啊，为了让乘客呢正常的呼吸，机舱是加压的，这一加压呀，就会让整个金属机身像气球一样发生了微小的膨胀，而当飞机下降后啊，它又会收缩回来。每一次起降，机身其实都在经历一次呼吸。而彗星号客机呢，那几乎是直角的这个方形舷窗啊，就成了应力集中的地方。每一次呼吸，所有的金属应力都会像这个放大镜聚焦的阳光一样，聚集在那几个尖锐的角上。日积月累啊，微小的裂纹就在这儿产生了，并随着每一次飞行，悄悄的1微米、1微米的扩大，直到某一次啊，裂纹的长度到了临界点，然后整个机身就像被拉链瞬间拉开一样，在巨大的内外压差下，轰然就解体了。这就是用数百条生命换来的教训啊，就彻底改变了后世所有飞机的设计。从那以后呢，你再也看不到任何一架民航客机的舷窗是方的了。哎，它们无一例外呢，都变成了圆形或者带着巨大圆角的椭圆形，因为只有这样啊，才能把机身的应力均匀的散开。所以彗星的这个悲剧啊，最终啊，揭示了金属疲劳这个恶魔。但人类对高空高速的这种飞行啊，有了更科学的认知，也让这个德哈维兰这家公司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长达数年的这个调查和停飞中啊，他失去了几乎所有到手的订单啊，就跟当时啊，美国的波音公司和道格拉斯公司呢，充分就吸取了彗星的教训，后来居上推出了更安全、更成熟的波音707和麦道 DC-8客机，迅速就占领了市场。而大哈维兰啊，这家曾经的英国航空公司的骄傲、喷气时代的开创者，在经历了彗星这个商业失败和这个声誉重创之后啊，元气大伤，最终在60年代呢被竞争对手叫霍克希德利公司吞并，啊，一个伟大的名字呢就这样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那刚才我们提到啊，大名鼎鼎的这个德哈维兰公司啊，在彗星科技失利之后呢，最终被它的竞争对手霍克希德利公司吞并了啊。这个说起这个霍克希德利啊，就不得不提在这航空史上，甚至全球电影史上足以封神的一个产品啊，这有点跑题了，就是那个著名的钥匙垂直起降战斗机。很多朋友，包括我在内呢，可能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这个怪物呢，都是在施瓦辛格主演的那个经典动作电影，就是《真实的谎言》（True Lies） 里面啊。我记得那时候和我爱人是1993年在秦皇岛开发区影院干的。当时呢，这个施瓦普辛格呀，驾驶这个钥匙战斗机呢，像直升机一样悬停在迈阿密市中心的高楼大厦之间，用机炮啊，这个扫射恐怖分子。啊，相信很多人都和我一样啊，这个张大了嘴巴，特别激动，因为第一次知道原来战斗机真的可以不用跑道啊，原地起飞和降落。那它成功的秘诀呢，就是那台啊，同样来自于英国罗罗的飞马发动机啊，通过4个啊这个可以旋转的这个矢量推力喷口呢，把强大的这个气流啊引向下方，从而实现了垂直起降的这个奇迹。所以钥匙战斗机也成了几代军民的一个梦幻这种神迹。但是啊，就跟他前身啊这个德哈维兰公司一样，这个霍克希德利呢，最终也没能做一个独立的品牌走到今天。他后来啊和另外几家公司合并，最终成为当今英国最大的国防承包商，叫 BAE 啊 System，BAE 系统公司的一部分啊。所以从彗星的方形舷窗到1976年快帆客机的发动机金属疲劳啊，再到后来客机货舱门的设计缺陷，以及737 MAX 的 MCAS 系统啊，我们回顾看整个这个航空史啊，你会发现一个残酷的现实，几乎每一条我们今天视为理所当然的安全规章，它的背后啊，都对应着一场惨烈的空难，都铺满了用人命换来的这个教训。
就技术的进步从来都不是一条平坦的这种路啊，更像我们在黑暗中的摸索。每一次我们以为找到了光，可能一脚踏入了另外一个未知的深渊。所以这个事儿啊，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啊，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就像今天我们在享受这个电动汽车、新能源汽车带来的这种全新驾驶体验的同时啊，也同样经历了充满争议的这个适应期，现在还在有。那早期的这个单踏板模式是吧？那改变了我们几十年来习惯的油门刹车的这种肌肉记忆，也确实导致了一些因为误操作而造成的悲剧。现在的这个法律和责任认定啊，现在还在博弈，还有官司在打。所以我们不是说在批判技术啊，恰恰相反呢，我们是在向那些因为技术进步而试错的这个先行者的致敬啊。无论是彗星科技的设计师，还是那些长眠于世界各地的乘客和机组，他们都是通往这条更安全、更高效的这种未来道路上最让我们心痛的、最值得铭记的这个路标。好吧，今天就聊到这儿。不知道这段尘封的历史啊，有没有让你对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这个技术变革有不一样的想法啊？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